大家好，今天来钩织一个超大蝴蝶结包包，包底呢采用加厚短针，更加结实耐用，容量也很大，可以装手机、平板、书本等。手提包和挎包随心切换，一起来钩织吧。今天使用的是布丁手做的可水洗棉草线，2种颜色，3.0毫米的钩针，还有2枚17毫米的扣环。想要更加实用，可以加1枚磁吸扣。首先拿掉线材的腰封，然后找到2个线头，这样双股合钩，锁边起针，然后钩针绕线带过钩针上的线圈，完成1个锁针。我们一共需要钩织41个锁针。41针结束，返回倒数第2个锁针，翻转到背面，挑这个凸起的线圈钩织短针，将线钩出，钩针绕线带过2个线圈，完成1个短针。我们在每一个针目上各钩织1个短针，一共40个短针。40针结束，第2行首先锁1针，翻转织物，挑针目的后半针以及下方平行的1个半针，钩织短针。我们按照相同的方法钩织到另外一侧。第3行到第23行都是一样的钩织方法。首先锁1针，同样是挑2行针目的后半针，一共钩织40个短针。第23行完成，然后我们要围绕边缘钩织1圈短针。首先锁1针，然后翻转织物，挑整个针目以及下方的半个针目，钩织短针。在同一个位置再钩织1个短针，然后下一针同样挑整个针目以及下方的半个针目，钩织1个短针，按顺序钩织38个短针，然后在最后一个针目上钩织2个短针，同样是挑整个针目以及下方的半个针目。接着转到侧面，在这样一行侧面的空隙处钩织2个短针，然后在下一行钩织1个短针，在下一行继续钩织1个短针，按顺序钩织8个短针，然后在下一行边缘的位置钩织2个短针。然后我们转到长的这一边，在第一个空隙处钩织2个短针，接着按顺序钩织38个短针。接着在最后一个空隙处钩织2个短针，然后转到侧面，同样是在这样一行侧边的位置钩织短针，在第一个空隙处钩织2个短针，
然后按顺序钩织8个短针，在最后一个空隙处钩织2个短针，然后在第一个短针的针目上钩织一个引拔针。这样完成包底的部分，一共108针。包身第一圈首先锁2针作为起立针，起立针不算针数，然后钩针绕线，穿过第一个针目，将线钩出。绕线2根线并1根，重复2次，完成一个长针。我们在每一个针目上各钩织一个长针，一共108针。然后在第一个长针的针目上钩织一个引拔针，这样完成第一圈。第二圈首先锁2针作为起立针，然后在第一个针目上钩织一个长针，下一针在长针的立柱上钩织一个外钩长针，挑起长针的立柱，钩织一个长针。这样是一个外钩长针，下一针正常钩织长针，下一针钩织一个外钩长针。我们按照一个长针一个外钩长针的顺序钩织完这一圈，最后在第一个针目上钩织一个引拔针，这样完成第2圈。第3圈到第20圈都是一样的钩织方法，首先锁2针，在长针的针目上钩织一个长针，在外钩长针上钩织一个外钩长针，重复这样的规律。第20圈完成并断线，然后我们换到绿色线，在第一个针目上重新起线，将线钩出，钩织一个锁针，然后我们钩10字短针，穿过针目，钩针在线的上方将线钩出，然后钩针绕线带过2个线圈，这样是一个10字短针。在每一个针目上钩织一个短针，一共钩织2圈，每一圈都是108针。最后一个短针完成后，不钩引拔针，直接将线剪断，然后将线头抽出来。在开始的第2个针目将线头钩到背后，然后在最后一针的后半针将线头钩到背后，这样形成一个辫子针，与开始做一个无痕的连接，然后将线头隐藏在背后。接着钩织蝴蝶结的部分，首先锁边起针，然后钩织81个锁针，接着返回倒数第2个锁针，挑背面凸起的1根线，也就是里衫的位置，钩织短针，按顺序钩织80个短针。第2行到第20行都是一样的钩织方法，首先锁1针，然后翻转织物，挑每个针目的后半针钩织短针。
直钩织到另外一侧，一共80个短针。第20行完成后，将线剪断，留一个缝合线头。按照相同的方法钩织蝴蝶结的下摆，起51个锁针，一共钩织14行。接着钩织蝴蝶结的绑带，锁边起针，然后钩织17个锁针。接着返回倒数第2针，挑背面的里衫钩织短针，按顺序钩织16个短针。第2行到第6行钩法相同，首先锁一针，然后翻转织物，在每一个针目上钩织一个短针，每一行都是16个短针。织片完成后，留一个缝合线头，然后将线剪断。接着利用缝合针将两侧缝合起来。完成之后，将它翻到另外一面，将它折成蝴蝶结的形状，然后用一根线简单固定。接着将另一条织带绑在蝴蝶结主体的下方，将绑带缝合在一起，这样完成蝴蝶结的组装。接着我们将它缝在包身上，首先将中间的部分缝合在包身上，然后在左上角和右上角分别缝合一下，让蝴蝶结更好的固定。接着我们来钩织提手，锁边起针，然后钩织61个锁针，61针结束，返回倒数第2针，挑背面里衫的位置，钩织2个短针，然后按顺序钩织58个短针，然后在最后一个锁针上钩织3个短针，转到另外一侧，对应每一个锁针，按顺序钩织59个短针。最后在第一个短针的针目上钩织一个引拔针，第2圈首先锁一针，然后在第一个针目和第2个针目上各钩织2个短针，接着按顺序钩织58个短针，然后在转角的3个针目上各钩织2个短针，接着按顺序钩织58个短针，在最后一个针目上钩织2个短针，然后在开始的第一个针目上引拔连接，第
3圈首先锁一针，在第一个针目上钩织一个短针，在第二个针目上钩织2个短针，在第3个针目上钩织一个短针，第4个针目上钩织2个短针，然后按顺序钩织58个短针。在转角的位置，按照1个短针1个加针的顺序重复3组。然后按顺序钩织58个短针，然后在下一个针目钩织1个短针，在下一个针目钩织2个短针，最后在开始的第一个针目上引拔连接，然后将线剪断，在两侧的位置各留出13个针目，然后将中间的部分进行缝合，挑每一个针目的后半针进行缝合。按照相同的方法一共钩织2个提手，然后我们沿着提手耳朵的形状将它缝合在包身上，这样完成提手的部分。接着来钩织包带，首先锁边起针，然后钩织3个锁针，返回第2个锁针，将线钩出，再返回第1个锁针，将线钩出，钩针绕线带过3个线圈，然后翻转织物，我们要在这2根线上进行钩织，在第1个线圈上将线钩出，在第2个线圈上将线钩出，然后绕线带过3个线圈，接着钩针绕线，挑侧面的3个线圈，将线钩出，然后钩针绕线带过所有线圈，继续钩针绕线，挑侧面的3根线，将线钩出，然后钩针绕线带过3个线圈，重复钩织，一直钩织到你想要的长度。利用2枚金属环将包带安装在包身两侧。可以根据喜好在包口的位置缝1颗磁力扣，这样会更加实用。那么我们今天这个超大蝴蝶结包包就完成啦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